陈清主，你乃宗门天骄，水木双灵根，只要度过这金丹雷劫，便可得道成仙。这就结束了吗？这里是哪里？我重生了，还重生到了张氏毒害嫡子事件败露，逼我顶罪的这天。你的贴身丫鬟都招了，是你为了轩哥能承袭侯爷的爵位才毒害大少爷，你还不认罪？为了轩儿的前程，你就认了吧。留口气，我要这贱妇受尽折磨再死。上辈子张氏也是用这种手段哄我顶罪，害得我被折磨致死。夫人还真是肆无忌惮，就不怕我告诉侯爷？侯爷与我多年夫妻情分，岂能信你一个贱婢的挑唆？那如果侯爷知晓您已经恢复生育能力了，是您为了给将来自己的孩子铺路，才谋害先夫人嫡子，推我出去顶罪呢？你胡说八道什么？胡说不胡说，禀明了侯爷，叫个擅长妇科的太医来给夫人把把脉，不就一清二楚了吗？你以为你知道了这些，还能活着走出瑶光院？糟了，修真多年，忘了这具身体暂时没灵力，现在动手就是找死。既然敢只身前来，自是做了万全准备。但凡我有什么三长两短，自会有人将这些事告诉侯爷。你，夫人大可不必如此喊打喊杀，要我替你顶罪呢，只需答应我3件事便可。你说，首先，你必须保我不死不伤。让侯爷送我去府外的真女堂修行赎罪。真女堂远离侯府，是积攒修为的好去处。第二，我要夫人那尊压箱底的玉佛，既然进真女堂修行，少不得要上下打点。人界灵气稀薄，若我想重新修炼，必得快速用玉石堆积修为。第三嘛，自然就是照顾好我的一双儿女。在我自己能活命的情况下，我当然还是希望他们能过得好的。好，只要你答应顶罪，我都答应。多谢夫人。贱妇，待我查出院内奸细，定要让你在真女堂受尽折磨而死。作为世间唯一的修真者，但凡能小成，便可凌驾于所有世俗权贵之上。那龙椅，男人既然做得，我便也做得。重活一世，我要做古往今来第一女帝。水木双灵根果然与前世无异，虽因生育损耗，修行稍缓，但有极品玉石相助，必能在炼气初期把身体改造好。年关将至，家中不宜见血，侯爷宽和，不取你性命，令你去真女观思过悔改，你可得好好将功折罪。前世便听说这真女堂名为训诫女性贞洁道德之地，实为专供权贵荒淫的暗娼。慈安姑姑，这是陈姨娘奉主母命前来修行祈福，麻烦贵堂多多看顾。叫夫人放心，真女堂上下必当尽心竭力照顾好姨娘。那我就先告辞了，慈安姑姑留步。在南都没有亲人，原是外头买进府的奴婢。知道了。底子极好，得先好好磨一磨性子。慧媛，将她带去西院的杂物房。走吧。远离众人是个提升修为的好地方。你这咳疾似乎不轻啊。没，我这可不是肺痨，我只是偶感风寒，吃点药就好了。那以后你就住在这里了，不许在庵里走动，影响他人。你是来清修的，
那些混乱心神的世俗安糟物就不要留在身边了。拿吧，你们从我身边抢走，很快我便会千百倍的夺回来。和我预估的差不多，突破炼气1层还差半月功夫。姑姑找你有事，跟我走一趟。姑姑，青竹到了，这就是前几日新来的师妹吗？好生调养打扮一番，倒还有些姿色。资质的确不错，就不知有没有你的悟性了。有些人死脑筋，长得再好也是白搭。你若是乖乖听话，不仅桌上这样的菜色任你吃，还可以像你慧云师姐一样穿金戴银，比你在府上的日子还富。听话，要做什么？你也不是黄花大闺女，我就说的直白些，贵人们的灾厄嘛，得在双拳之间方能消除。炼气到1层还需半个月的功夫，不如先从了他，以免节外生枝。只要能让我每天都像慧云师姐一样，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我什么都愿意做。这就对了。不过慧云可是堂里最能讨贵人们欢心的人物，你如今的模样可还入不了贵人们的眼，先好生养些日子吧。至于住处，等你养好了身子，可以做法事了再换。这段日子就跟慧云好生学习房中秘系。是。师父，求求你不要！师父不要！又是慈安，这哭声不对。嚎什么嚎？自己得了脏病，还有脸哭？慧安下来照看着，其余人各自回去休息吧。冷，好冷，求求师姐请个大夫。呸！脏病还要请大夫？你不要脸！真女堂还要脸呢！真女堂比我想象的更应该被掀翻。拿桐油来，带出去烧了，免得过了病气。慢着。哟，你想替他出头，左右都要烧，不如让他盖着死，省得脏了雪地。行啊，你个丧门星倒是有心，拿去，别沾了老娘的手。我来，多谢师姐了。你倒是心善。师姐，你平日干的都是粗活累活，这点口粮是你自己的命，我不能要。快吃，别让人瞧见。让他吃吧，我这儿还有。我不吃他们给的脏东西，心黑的人给的才是脏东西，吃是无罪。我没怪你，到这地步怎么选都是个人的命，大家都是可怜人，谁又比谁干净？心善但不糊涂，若我日后执掌真女堂，这人能用。师姐是个好人，好人该有好报。好报，真有好报，能落到这地方来。吃吧，别说话。我若能活下来，日后一定报答两位师姐。脉象虚弱，但还没到油尽灯枯的地步，能救。放心，有我在，你死不了。今晚好好歇着，明天一切都会不一样。终于迈入炼气1层了，还完成了修为的巩固。我若今柔而故我，总算找回点身为修士的感觉了。慧安，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一个死人身上浪费百米粮！住手！又来一个活菩萨。既然你也在，那正好，
就你们2个把慧静抬出去扔到后山吧。师姐，我不想死，我会好的，求你别把我赶出去。呸！不把你丢出去，难道任由你死在堂内，污了咱们这纯净之地？他还没死，现在把他丢出去就等于杀人。跟我叫板，又想让我给你请戒具挨板子了是吧？慧媛师姐别生气，您先回去休息，我保证把这事儿办好。这还差不多，记住了，要是办不好，唯你是问。你也走，我不想看见你。我不把他打发走，怎么给慧静治病？我以为……好了，慧安师姐，你去门口给我把风，别让人来打扰我。我不疼了，庆竹师姐，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前夜受慈航真人点化，已褪去凡体，成为神使。慈航真人，那不就是救苦救难的神仙？原来我竟是被神力所救，多谢神使救命之恩。慈航真人前日降落，得知堂中所行诸恶，遂选我做神使，命我荡平堂中罪孽，还道场清净。你们可愿助我一臂之力？神使，我愿意，我愿意追随您一道，荡平这真女堂，救其余受难的师姐妹出苦海。但凭尊驾差遣。既然要去行大事，你这脚拨着就不便了。好了，你试试，来。我的腿真的好了，神使大恩犹如再造，晦暗敏感五内，从今往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了，起来吧，你们身体才好，尚需吃饱睡好，去厨房换顿饱饭，明天再随我肃清真女堂。多谢神使。为免打草惊蛇，晦暗依旧装作脚疾未愈，只说慧静的病情已经好转些便可。是。方才为2人治病消耗太多，丹田中的灵气不够了，必须抓紧修炼，以应明日之战。戒律堂总共有22名打手，这些人都是慈安中心的狗腿子，身强力壮，专门欺压堂内不肯接客的姐妹，神使要小心。我知道，让你准备的柴刀呢？早就准备好了。你们2人先在房里待着，我去把慈安老妇引来。几位师姐，你们快去跟姑姑禀告，我发现一个大秘密，晦暗在山间捡了块璞玉，水头极好，有铁锅那么大一块呢。你们在门口守着，我这就禀告姑姑。这人竟敢偷藏宝贝，看我今日不扒了他的皮！那璞玉在哪里？姑姑小声些，若是打草惊蛇被晦暗听到，只怕他不给，直接把玉石砸烂。您且到我房里，我细细跟您说来。好，你最近倒是乖觉。走吧。说吧，到底怎么？若敢叫出声，我一刀抹了你的脖子！你要干什么？外面全是我的人，你跑不出去的！跑？我为什么要？堵嘴，绑了！慧媛师姐，姑姑有要事吩咐，进来吧。看好他们，等我回来。姑姑有令，锁门。锁门？锁谁？晦暗私藏璞玉，违反堂规，自是为了清理门。我等已按照堂主处命令锁好门，随时可以动刑。你们还真是慈安的好狗。贱皮子，你找死！竟敢骂老娘！
谁还要去通风报信？惠安，绑人！我们也来帮忙。惠安，你去东院，再将戒律堂其余人等叫来。是。人贵自救，各位姐妹，可有人敢与我一同作战？我体力不佳，没法直接交手，但我准头好，能扔干柴棒子干扰。可以，但跟着我可未必能让你再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那样的日子，若非身不由己，谁又想要？况且师姐未免太过自谦，我相信跟着您，将来也未必比如今差。你很有眼光，也很聪明。各位，此次机会千载难逢，如今慈安已被擒住，咱们人多，只要齐心协力，定能将他们一起拿下，再也不用受他们欺压。我们愿意跟青竹师姐一同作战。那么多玉石，怕不是发现了一处玉矿，咱们真女堂发财了。都捆起来，召集所有人到正厅集合。今日我便要替天行道。申使，真女堂所有人员现已全部到齐，带慈安会员上来。前日我受慈长真人点化，退去反谷，成为神使。今日荡平真女堂罪孽，还修行之地洁净。神使受慈长真人点化，这简直闻所未闻。可除了神迹，还有什么能解释得通一个人在短短几日间就突然变得如此身手不凡呢？好了，都安静。首恶慈安会员，罪恶滔天，轻易处死，难赎其罪。先每人鞭笞30，余生做苦役赎罪。你的仇你自己报。行刑。神使，30鞭刑已毕，真女堂已归我掌控，从今往后无人再欺压你们。想回家的，每人10两盘缠；若想留下的，到会云处登记。既然都留下，便不能忘恩负义。神使救我们出火海，从今往后听神使号令，为神使马首是瞻。听神使号令，为神使马首是瞻。你们也无需叫我神使，从今日起，真女堂改称慈航观，只称观主便是。是，观主。陈青竹，待千户大人将我解救出去，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关主，从慈安房中搜出大量财物，已清点完毕，共计银钱9000两。有了这些极品玉石，炼气2从指日可待。至于这些钱财，正好拿来收买人心。从今往后，慈航观所有人每月基础月银200文，表现好有赏银，立功者另有重赏，也可结伴去南城游玩。观主大恩，姐妹们知道了一定很高兴，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等等，关主还有事情交代。以后就由你管观内钱财账务，并总揽厨房事宜。是，观主，我定会为您当好咱们的新家。慧云，你性子机敏，往后关内待客、日常维护、对外采买都交给你，可能办到。慧云定当全力以赴。慧安，我观你前日身手，应是出身武家，从明日起，由你在观内选出根骨好的姐妹，带着操练，成立新戒律堂，负责关内安全。是。观主，虽说您刚执掌慈航观是大喜事，我不应在此时扫您的兴，但有2件事情实在事关重大，我不得不说。但说无妨。您可知，那慈安之所以敢强迫关内姐妹做不堪之事，是因为背后有靠山，靠山便是定国公府。青楼、楚馆、低等窑子都是暴利生意。有时候还涉及到逼良为娼，若非背后有靠山，一般人是不敢去涉足的。你可知那人是谁？
南都兵部侍郎的小舅子，姓李，守备营千户。知道了。第二件，慈安想见您，说有话说，带他过来。关主，先前是我有眼无珠，冒犯您。如今您打也打了，权儿也夺了，求您让我回东院养伤，我愿奉上5000两白银赔罪。5000两？你哪来的银子？您别管，只要让我养好伤，银子自会奉上。可是那禅房床底下的5000两，3天前已经是我的东西了。贱人，我的东西你也敢出口成脏！饿了3天还不学乖！来人，押他去院中扫血，扫不完没饭吃。慧瑜，你这个贱人，竟敢投靠陈青竹！千户大人若知晓，定会叫你们头头不得好死。那也要千户大人想得起你才行，且知晓此事才行。等到那一天，说不定你早就化作了一滩白骨。还有事，往年这时候，关内要往李千户府上送节礼，若不送，他忙完年节必会来问罪。他长着兵马，随便调一个百户就足以踏平慈航观。不送，你放心，我已有应对之策，必不叫你们遭遇兵祸。是。关主放心，我已带领姐妹们加紧操练，不日便能看到成效。怎么回事？好像有人骑马过来了。定是千户大人来给我撑腰了！你们这些家伙，好日子到头了！刚才说的什么？我没听清，再说一遍。外头的事情自由我处置，惠安，看好他们，关主只管放心去便是。是。不是叫慈安来迎，他人呢？李大人要见的，应是这观内的真正掌控者，而非一定要慈安本人。什么意思？如今我才是真女堂的话事人。敢动本千户的产业，找死！大人何必喊打喊杀？若为老情人出气，我无话可说；若为利而来，不妨入内详谈。若谈不出让我满意的东西，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请。你这女人，你敢伤我！大人何必急躁？此事离奇，若非亲身体验，只怕您不肯信。什么离奇事儿，非得伤人？请伸手。这是怎么回事？我乃慈航真人神使，百病百伤，顷刻全消，这便是我的神通。百病百伤，顷刻全消。这要是献给当今天子，不，这南中城甚至京师，将有多少人脉为我所用？只要你今后帮我带来的人好生治病，这慈航观就全部交给你管。你对慈安他们做的事，我也一概不记。帮他们治病没问题，但千户若想钱权双收，利益最大化，就要全按我说的来。此话怎讲？自古以来，医者不上门，你把我举荐给他们，哪有他们自己听说了求上门效果好？那要如何才能叫他们求上门？你去打探哪些权贵家有棘手病症，然后把我的神通传到他们亲近之人耳中。我越神秘强大，他们愿意付出的东西就越多，而你得到的好处也越多。我这就去找人。等等，按你说的办法，我就完全从此事中隐身了。你怎么保证自己扬名后会尽心尽力为我办事，让我高升？李千户可知我俗家的身份是靖南侯裴萧的妾室？靖南侯？若不顺着他真去找了裴萧，我可就一分好处都沾不到了。倒是我多虑了，不该怀疑神使。我这就去城中打探消息，还请神使事成之后别忘了提携我。我若他日得登高位，必然为神使报靖南侯苛待之仇。千户是个聪明人，看来我们合作会很愉快。说起来，关内还有一事得让您亲自处理才妥当。神使请讲。那慈安会员先前对我十分不敬，被我罚去做苦役赎罪，可他们仿佛十分不服，口口声声要等你来给他们做主。原是这等小事，神使随意处置了便是。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
这乱吠的狗还是主人亲自打比较好，不然打轻将来在权贵面前乱说话，影响你我的大计，打中了又怕千户心疼。既如此，那我便亲自打，必叫神使满意了才好。千户大人，快杀了陈庆竹这女人！她发动人造反，还破坏了您的产业！叫你的人放开他们！千户大人，放肆！竟敢对神使口出狂言！来人，按住他！不要！本千户今天要割了他的舌头，以儆效尤！千户大人，求您饶了我，我对您一片忠心啊！神使，我知道错了，求您饶了我啊！神使饶命！我对您没有丝毫不敬之心啊！闭嘴！心甘情愿为您当牛做马，求您饶了我！谢谢啊！看在李千户的面子上，先饶你一次。以后若再敢对神使不敬，本千户便直接要了你的命！不敢，绝对不敢！关主，我就是您的一条狗，叫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我知道你们想问，为何我会与你们的仇人同流合污？因为我要利用他手中的力量为我造势，尽快将南都城的权贵收服。属下不敢，关主放心，属下都理解，这是权宜之计。属下愿为关主大计赴汤蹈火。慧云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我向你们保证，所有欺辱过你们的人，等到时机合适，都可以任你们处置。关主已经为我们做的够多了，一切以您的计划为重。不出几日，就会有重要的香客上门，关中的威严纪律便交给你们了。关主放心。关主，李千户引荐的2位贵客已到，他倒是上心。不过3日，据说除了富商秦氏的母亲，就连严童芷的夫人也来了，请进来吧。是。老身见过关主，起来吧，老夫人所求为何？老身牙痛难忍，想求关主仙法消病解痛。上前，张嘴我看看。是。消肿止痛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我便赐你2颗新牙吧。慧云，倒半盏清水给老夫人。微微张嘴，不要动，也不要随意吞咽，我会让你旧牙脱落，长出新牙。这新牙竟真长出来了，简直是神仙手段啊！关主可法力无边，请受妾身一拜，这是妾身的一点心意，还请关主收下。酬谢神灵给这样的贡品原是不合规矩的，但念在你一片诚心，又是第一次来，本观主便勉强收下了。还请关主赐教，以后该如何供奉？慈航真人梦中亲授，供奉之物应5行俱全，有上品的金、清茶、清酒、蜡、美玉各一样。关主神通，还请关主大发慈悲，救救妾身的儿子。你有所求何事？我儿18岁中举人，就连夫子都赞他是天生的读书了子，却因为元宵节与人出去放烟火，被意外烧伤了脸，从此便前途断绝，整日酗酒，与街边乞丐无异，看遍天下神医都无用。关主若肯垂怜，妾身定当散尽家财，为慈航观供奉香火。修真多年，本以为早已不染尘缘，可见父母为子之心，依旧让我心生动容。念你舐犊情深，我便为你们破例一次。你下次带他过来吧。多谢关主，关主大恩，妾身没齿难忘。你起来吧，今日我也乏了。慧云，送客。是。这秦家不愧是在南都城富商圈子里数得上号的人物，不过3日功夫便派人送来了这么多东西。慧云，你眼界宽，帮我估算一下，
这些东西大概值多少钱？这些物品要折现，只能拿去当铺死当，大约能当700两银子。很好，那你派个人去李千户府上，通知他派个人来取这350上分润。关主，难道还真要给他分钱吗？我们完全可以1年1分，等到年底，可就未必用不上他了。不提前喂食，他怎么肯听我驱使？这样的奸猾之人，没得到实际好处，可不会太卖力。如今已是正月20，等张氏忙完年节，发现我在侯府留有兽首一事是在骗他，必会报复。到时候还得李千户在背后出力帮忙护住慈航关中人，平白把银子给他，真叫人不甘心。你何曾见谁占到我便宜的？放心，等不需要他了，肯定连本带利拿回来。等我突破炼气4层，能凭空外放灵气进行攻击，就不需要再依靠李千户了。就这破地方，也敢叫慈航观？我看叫骗子窝还差不多。月儿，你胡说什么？这可是慈航观主，是能救你脸的神仙。神仙？全天下的名医都说我这脸没救了，他算个什么东西？公子若对慈航真人毫无敬畏，只怕神仙也难救你。哈哈哈哈！我就是不敬，你能奈我何？让他出来，立刻，马上！关主驾到！拜见观主。你就是观主？这么年轻，毛长齐了没？别是个骗钱的江湖神棍！月儿，闭嘴！快给观主跪下！要治脸的是你。没错，就是小爷我。你要是治不好，过来。摘下面具，在我说结束前，不可擅动。好了，打盆水来。月儿，你怎么样了？我的脸好痒。镜子，快给我镜子！我的脸好了，好了，真的好了！多谢关主，多谢关主大恩大德！我的脸好了，我好了。人呢？那个观主呢？我要谢谢他。观主有令，此子出言不逊，不敬神明，特留疤痕一道，以示惩戒。什么？再敢放肆，永不驱除。疤，真的还有一道疤？还有严夫人，教子不严，罚你们3个月，不准踏入慈航观半步。现在都给我滚出去！贵人师傅，我们观主之令，谁敢违抗？再敢多言一句，永久驱逐！滚！是。主母，府内下人本月银钱皆已发放完毕。知道了，如今年节已过，让你去查陈青竹在侯府心腹的事，怎么样了？奴婢查遍侯府上下，并未发现陈青竹的人。放肆！竟敢耍我！你现在就去真女堂，把那人押到城东别院去。不扒下这女人一层皮，简直难消我心头之恨。是，此处不是真女堂吗？何时更名慈航观了？我们观主得慈航真人点化，所以将真女堂改名慈航观了。我是靖南侯夫人身边的奶嬷嬷刘氏，你去给你们观主传个话，说靖南侯府来接先前送到这里清修的姨娘回去，让她将人送出来。观主正在清修，还请2位在外等候。等？你们观主算个什么东西，敢让侯夫人的人等？管你是谁，来了慈航观，就得守我慈航观的规矩。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连靖南侯府都敢不放在眼里。我今天就替你家观主教教你怎么做狗。打人了！桂儿师姐，侯府的恶奴打人了！狗仗人势，正好拿你试试炼气2层的威力。
肉破产！神佑之地，岂容刁奴放肆！你们敢！关主有令，犯我慈航观弟子者，10倍还之。脸上的伤还疼吗？不疼的，关主，这不算什么。以前会员他们打我打的比这狠多了。关主，这太浪费了，我不用的。敢把靖南侯夫人的奶嬷嬷打成猪头，勇气可嘉，这是对你的嘉奖。靖南侯府的人今日在咱们慈航观吃了大亏，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放心吧，观主早就派人下山去通知李千定了，咱们且等着看好戏。求夫人为我娘做主。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慈航观敢这样殴打我娘，根本就是没把夫人放在眼里呀！有眼无珠的蠢货，敢动本夫人的奶嬷嬷，我必叫他们后悔做人。你不是想为你娘报仇吗？今晚便带上几个人去慈航观放把火。夫人，这万一被人发现报了官，一群小喽啰而已，死了就死了，还有谁会为他们做主不成？就算是报了官又如何？难道堂堂靖南侯府还护不住你？是，奴才这就去办。赶快点火烧柴！今天老子定要把慈航观这些人全部烧成焦炭！大胆贼人，竟敢火烧慈航观！说，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无人指使。嘴还挺硬，既然不肯说，那便打到他说。我说，是靖南侯夫人吩咐的。他还真是急不可耐。关主，接下来咱们要怎么办？让他签字画押，再选2个去烧了观里破败的厢房。放火？他们不放火，我们怎么以纵火的罪名报官惩治他们？关主好计谋。是。夫人，出乐子了！有人去府衙状告靖南侯夫人放火杀人。哦，竟有这种事？可知苦主是什么来历？好像是叫什么慈航观。慈航观，慈航观，正愁得罪观主无处求情呢。快随我去趟衙门知会老爷，咱们给观主表忠心的时候到了。传张氏。真的是靖南侯夫人，圣上亲封的依请诰命，居然真被传来过堂了。事到如今还这么大架子，恐怕平时也是仗势欺人惯了的。再尊贵又怎么样？犯了王法，还不是得来这府衙吃官？公堂之上，遮遮掩掩，成何体统？摘下帷帽，验明正身。大胆！我家夫人乃一品诰命。住口！长得人模狗样，心肠却那么歹毒。靖南侯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娶了这种女。靖南侯夫人张氏，慈航观状告你昨夜潜奴放火，意图谋害慈航观数10条人命，你可认罪？大人明鉴，妾身一向与人为善，绝无可能行此恶事，定是那慈航观对我怀恨在心，屈打成招，恶意栽赃。如此，那就带犯人何望上堂对质。夫人，救命啊！小的都是听了您的吩咐才去的，您不能不管我呀！看吧，他果然是主谋，他家的家奴都承认了，刚才还狡辩什么屈打成招，我呸！巧言亮色的毒妇！狗奴才，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怎么可能吩咐你去杀人放火？分明是你因为你母亲的事对慈航观怀恨在心，才打着本夫人的名号带人去放火。寡人明鉴，没有夫人的命令10000个胆子，我也不敢犯这种杀头的罪啊！你说是本夫人吩咐你，证据呢？无凭无据便是诬告。大人，事情很明显了。是这贱奴打着侯府名号惹是生非，妾身御下不严，愿双倍赔偿慈航观损失。你声称并非主谋，却无证据，本官只能将你当主犯乱处。何望斩立决，其余从犯流放2000里。靖南侯府御下不严，罚款并赔偿慈航观所有损失。冤枉啊，张氏，你这个毒妇，你不得好死！大胆！你们这群刁民！严夫人让属下带话说，他已经尽力，却未能处置罪魁祸首，着实内心有愧。他本想亲自上门向您赔罪，但又怕惹您不快，所以未敢前来。他有这份心，倒是也不错了。没能一举让那张氏得到应有的惩罚，真是可惜。
谁说没有？严夫人还是施了一计整治于他，想必不会叫他好过。侯爷，您终于回来了。贱人，丢尽了本侯的脸，还敢来本侯面前惺惺作态！侯爷，妾身是遭了他人算计，才被贱民施暴丢了丑。算计？那外界盛传你与何望私通，也是他人算计你去的？私通？侯爷，妾身一心只有侯爷，怎么可能与他人私通？这一定是背后有人算计妾身，才要用这等险恶的谣言置妾身于死地啊！滚！别碰本侯，你不配！后宅之中若无夫君宠爱，跟弃妇又何异？侯爷若不信妾身是清白，妾身只能以死明志。来人，快去请大夫！禀关主，晋南侯府大管家来了，说为表诚意，要送咱们10倍赔偿。你觉得这钱该不该收？不该收，也不能收。咱们是受害者时，百姓们的确会与咱们同仇敌忾。可当他们看到慈航观因纵火得到天价赔偿，万一心生妒忌，会对咱们产生苛责甚至仇视。这么大笔钱，人家都巴巴送上门了，怎么不收？关主，可慈航观的名声，你去告诉他们，这钱慈航观收了，望他们往后一心向善，别再欺压百姓。至于这笔钱会用来成立慈幼堂，替侯府往日的罪孽消灾。观主高明，保管叫那靖南侯府偷鸡不成蚀把亩，我这就去说。该死！一个小小的慈航观竟敢反复冒犯我侯府，办事不力，自己下去领20棍家法。另外，再派人去慈航观打听打听背后靠山是谁。是。关主，按照您的吩咐，慈幼堂已经着手修建起来了。只是这几日巡查的人总能碰见送来观门口的婴儿。您看，自从宣布建立慈幼堂的消息，我灵气吸收的速度便大幅提升。难道这便是积德行善的缘故？既然送来了，便由慈幼堂养着吧。银子的自有南都权贵处，你去知会里签信一声，可以引荐下一位贵客了。是，何望纵火，不日便要处刑。咱们要不要知会下去，看着点侯府，以免节外生枝。看得太紧，还怎么让张氏引火烧身？求夫人救救我儿，他可是为了您，为了侯府才落到今日这个地套的。嬷嬷，何望是您唯一的儿子，我岂能放着他不管？一早我便派人去牢里打点了，可惜事情闹得太大，全城的眼睛都盯着，府衙那边不肯容情。以侯府的权势，想从牢里捞人并不难。事情没办成，定是办事的人不得力。不如夫人把侯府的名帖和打点的银子交给老奴，老奴自己去府衙找人。嬷嬷往日里并非不知好歹的人，今日说了糊涂话，我可以不计较，但此事最好到此为止，否则别怪夫人不留情面。既然夫人不仁，就别怪老奴不义。您毒害大公子，构陷陈姨娘的事，侯爷恐怕还不知道吧？你竟敢威胁本夫人！若何望死了，夫人你也别想好过。你想怎么样？我要侯府的名帖，一个让何望可以好好活下去的假身份，以及1万两全国通断的银票。当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看在多年的情分上，本夫人便都应你。但明天我最多让张贵拿着跟你一起去救人，还请嬷嬷以后管好自己的嘴，远离南都，否则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只要夫人如老奴所愿，老奴绝不对外说出一个字。不好了，夫人，刚才外头来报，说是侯府蔑视王法，偷换死刑犯，外头传得人尽皆知，已让侯爷去应述了。侯爷，贱妇，本侯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劫囚乃是要消绝的大罪。削绝？怎会如此严重？侯爷，妾身也是被刘嬷嬷那刁奴胁迫，才让张贵拿了名帖和银票去赎何望啊。被刁奴胁迫？那你倒是说说，你是因何事被刁奴胁迫？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将此事告知大伯母身边的李嬷嬷，妾身不敢拿侯府与张家敌视的情谊做赌。这么说，本侯还要感谢你一心为侯府着想。侯爷，账本来了。侯爷怎的忽然想起拿查账？还不是你这个蠢货害的！若想事情不传到陛下耳中，锦衣卫、司礼监、御史大夫处都要打点。看，
开年才2个月，府库里的银子就比账册上少了19000两，你当何解释？侯爷不知，妾身为给景刚哥治病，病急乱投医找了江湖术士，才遭致被骗了银子啊！妾身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侯爷宽宥妾身一次。10日内补齐亏空，否则别怪本侯对你不客气，滚出去！哦，靖氏还夺了他的管家权，叫他10天之内赔偿以往所有吞没银两。没错，如今靖南侯夫人正让外头的副管事到处卖产砧，填补亏空呢。看来裴萧也真是为了打点这次的事情出了不少血，竟是如此没风度，叫自己的嫡夫赔银子。本千户承诺过会替关主报靖南侯府的苛待之仇，如今可算做到了。靖南侯根基深厚，这点银钱他们还是亏得起。若要动其根绝，自是还要从其他方面入手。这是自然。袁御史为外孙女领上整班之事，欲求关主约他多年，事成岂不正好让他为您所用？那便有劳李千户安排了。哎，关主，李千户送走了，过来吧，我给你把脸上的伤疤去掉。关主不必浪费神力，属下并不在意这些。我知道，世人皆重容貌，别人家的女儿长斑，尚且有外祖心痛不已，花巨资相求，也要让她的脸洁净无瑕，普通信众都能有的，我陈清碧的得力属下又岂能没有？关主，原也是个清冷出尘的美人。侯爷，大事不好了！官差李林带兵将侯府围了，说是陛下有令，让全府上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靖南侯纵奴行凶，藐视王法，贿赂狱卒，偷换死囚，罪大恶极，着即日起去南都守备之职，降为2等伯，圈禁南都，以儆效尤。钦差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信陛下会因为那么一点小事就重罚靖南侯府。蒋爵可是犯了重罪的宗室才有的刑罚。闭嘴，蠢妇！陛下降下雷霆之怒，你竟然还口口声声只是一点小事，这是嫌靖南伯父死得不够快吗？大人，那是这几日病得昏沉说胡话了，还请别放在心上。靖南伯放心，本官只会将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全都告知陛下，绝不添油加醋，也绝不徇私包庇。来人，封进靖南伯府，所有人等无诏均不得出。谢陛下恩典。陛下既已下旨意，从此世上便再有靖南侯府了。尔等戴罪之身，又怎配再用这牌匾？来人，给本官把这牌匾砸了！你打我！你敢打我！打你！本侯恨不得杀了你！杀我！是我让陛下削你爵位的，是我让人砸你家牌匾的，你凭什么打我？这是我裴家3代人用命换来的，是我裴家列祖列宗的荣耀，现在没了，全没了，都是因为你疯了。对，本侯是疯了，被你逼疯的。张氏，从今天起，你就是这府里最下等的奴才。什么？洗衣、烧饭、刷公桶，下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敢！我是你明媒正娶的正妻，陛下亲封的诰命夫人，我姐姐更是陛下的淑妃。你敢动我，他知道了不会放过你的。哼，诰命？裴家都没了，你还诰命？圈禁之地，谁管你是夫人还是奴才？笑话！本侯今天已经被全城人看够笑话，再多一点又如何？你不能这样对我。本侯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日日夜夜慢慢熬。从今天起，你我就在这圈禁之地互相折磨到死吧。回见姑姑，关主来了。关主，您怎么来了？靖南伯府的事情了结，闲来无事，四处走走，不带我看看你管的慈幼堂？是。
孩子们都很好。这几个月，慧云师姐又下山收容了几次孤儿，现在慈幼堂有150个大些的孩子，还有200左右的婴儿。天气暖和了，白天可以在院子里搭帐篷，住宿不挤。都是信主们送的，秦家、严家隔3差5就送新鲜吃食来，孩子们现在每天都能吃饱，好多都长胖了。慧静，你把慈幼堂管得很好，多谢关主夸奖。其实不是属下一个人的功劳，慧云师姐、慧岸师姐都帮得想了不少办法。你们的付出我都记得。建造慈幼堂的功德已经快用完了，必须再想别的办法，积攒更多的功德，助我突破炼气4层。关主福寿无边。辛苦各位冒雨上山。来人，上茶。这是关主炼制的仙露，可祛病健体，还望诸位不要浪费。我刚刚还头疼，如今竟不疼了。此茶有仙露滋味，必有仙力。上月家父破伤风，多少名医都说没救了，便是喝了关主赐下的这仙露，才起死回生。难不成这仙露有延年益寿、起死回生之效？关主所赐仙露确有此效，心诚向善者自有福报护佑。多谢关主恩赐。今日本关主召你们来，有要事需你们去做。但凭关主吩咐。但凭关主吩咐。近夏暴雨频发，江水位高涨，南直隶必有洪灾，数10万百姓将流离失所，数万灾民将奔袭南都。到时流民压境，只怕会在城外生事。守备营有数万大军，区流民不成气候，只需驱逐到他处即可。小人在城中有一处宅邸，3进3出，可赠与关主和道长们暂住避祸。这次让你们来，是希望各位联手，竭尽全力救下那些灾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此次若能救下灾区数10万百姓，也算是各位的无量功德。不仅上天将恩赏眷顾于你们，本观主也将同样对贡献卓绝者予以奖励。关主引我等向善，为自身与子孙后代积德，我等又岂能辜负关主的一片好意？我可以发动扬州的富商群体全面参与赈灾，为灾民提供物资、银钱与招工岗位。若事成，郑公子当居首功，本观主必当赐你一场泼天功劳。观主，我家国公爷能直接向陛下进言，可送500里加急提本于御前，促成灾民提前迁徙一事。好，这事就交给你们夫妇。返乡了，返乡了。周正劳力了，再加把劲儿！自从让南郡权贵主动帮忙赈灾，原本要9个月才能突破的炼气4重，竟然现在就成了。看来功德之力果然有助修行。关主李千户求见。请。好久不见，神使真是越发是仙姿绰约了。千户请坐。大半年没来，神使这慈航观可真是天翻地覆啊！看来信徒们是真虔诚，贡品没少献吧？那是自然。李千户不也收到了应得的分肉吗？分肉？那点小钱也叫分肉？我听说定国公府都成了你的信众，定国公夫人对你可是言听计从啊！千户有话直说。神使可还记得答应过我的事，帮我谋个好官事？此事急不得，需等待时机。神使不懂官场上的事儿，只怕也不知如何谋官。我看不如这样，这个月15，您把定国公夫妇约到城中太白楼，再将我好生引荐给他们。李千户，你这是在教我做事？哟，这不是小慧云吗？大半年不见，跟变了个人似的。喝什么茶？你不是知道吗？本千户向来只喝酒，还最喜欢你来给我喂酒。李千户，请自重。自重？在我面前装什么？你不就是这种人？李千户，立刻把你的手术不该放的地方拿下来！你大惊小怪什么？信中不知道他的底细，把他当个人物捧着，我还能不知道？一个如此不堪的人，我摸一摸怎么了？闭嘴！怎么还不让说了？本千户今天就要！找死！你这女人，你敢打我！
敢动我的人，我岂能饶你？关主，他是在为我出气。陈青竹，你翅膀硬了是吧？是又如何？我告诉你，你们的底细我一清二楚。真女堂那点破事儿，我要是抖落的满城皆知，我看你那些权贵信众还怎么信你这个神仙？那你尽管去试试。你不在乎？看到时候是你倒霉，还是我倒霉？你给我等着，我们走。关主，都怪我，是我自作主张，才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请关主责罚。不必自责，我知道你是为关中着想，可我终究是坏了事。那李千户是个小人，他一定会在背后使坏的。慧云，你忘了我答应过你们什么吗？我承诺过，迟早有一天会为你们报仇，连本带利的收回我们送出去的一切。关主，就算你今天不来，我也打算找个由头与他闹翻。关主，您一直都记着，我以为……哭什么？好戏才刚刚开始，等到我们光明正大的拿下李千琴系的项上人头，你再哭也不迟。关主，您是不是早就想好办法了？气死我了！那个女人竟敢如此对我！千户，小的有个办法，我们找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带人攻上慈航观，把他们全抓起来，到时候还不是向修千户您摆布？蠢货！那娘们会武功，观里还有不少人高马大的道姑，如今还有那么多非富即贵的信众，连靖南伯府去招惹他们都落得个消绝全尽的下场。光天化日之下直接动手，你是找死？哎呀，是小的想简单了。不，你这个主意很好，人手我有办法，你立刻去一趟镇江。找向二哥，向二哥手下那帮兄弟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倭寇，我要让那姓陈的娘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千户英明，那姓陈的娘们就算再厉害，也逃不出向二哥的手掌心。是。兄弟们小心，有埋伏！大胆贼寇，恶贯满盈，竟敢擅闯我慈航观，其罪当诛！撤！快撤！有鬼！不要聚在一起！兄弟，跟着拼了！神仙饶命！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小的愿意献上所有财物，求神仙饶我一条狗命。你杀死那些无辜百姓时，可曾饶过他们？我改过自新，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恶贯盈天也配改过自新？磕着头下地狱去赎罪吧！关主，郑元乃，我曾说过要赐你一场泼天功劳，如今功劳就在你眼前。倭寇，这都是关主。你只需记住，你在慈航观祈福期间偶遇倭寇来袭，是你组织家丁与关中弟子设伏杀死了这些倭寇。信您必不负关主所托。好了，这距离能维持749日，去适应一下力量，半个时辰后出发。谢谢。想活命，就让府里的李千户送你们出城，是他请你们老大来南都的。老爷，不好了！门口来了一伙迟到的倭人，说是向二哥的手下有要紧事求见。什么？
倭寇，他们怎么找到城里来了？快，让他们进来，别声张。你们不要命了？这副模样进城，事情办得如何了？别提了，我们被人打晕，醒来就在南都城里了。你既然叫我们老大来，就得负责把我们送出去。等等，你们说是被一群道姑送来的？老爷，大事不好了！府衙来了好多衙役，说咱们府上窝藏倭寇，已经闯进来了。什么？完了，今天要完！快，立刻去侍郎府报信！快去！李千户，有人亲眼见到倭寇带着从慈航观抢来的财物进了你府上，快把人和赃物交出来，随我去府衙领罪。这李千户还勾结倭寇，真是坏透了！杀千刀的，赶紧抓他去砍头！对，走。指挥使，这几个倭寇从李府后门逃跑，被小的们射中3人，如今这5人也已经被小的们擒获。人赃并获，李千虎，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说，你一个千户，哪来的胆子勾结倭寇？你背后是谁？是不是兵部前侍郎？肯定是，刚才还拿前侍郎吓唬人呢。畏罪自尽了，这是老天收他吧？关主，这莫非是……我说过的，定会给你们报仇，并连本带利的拿回所有贡品。今天做到了。关主大恩，慧云永世难忘。慧云这般忠心又能干的下属，我自然要护着宠着。快起来，去给大家传个话，今日晚膳后表彰参战的勇士，所有人务必到齐。是。关主，元御史深夜求见。关主，何事？他说他夫人病危，快不行了，求您赐下仙露救命。把他和病人一起带去正厅。关主这就轻易答应了他。这个元御史得了我们慈航观的好处，就连一炷香都不来上。既如此，岂能不好好设一番门槛，将他保偿求得仙露的不易，往后也才会对关主越发敬畏虔诚。元御史有干才，为官清贱，对永安帝心性、朝堂派系、天下官吏底细了如指掌，是能助我定鼎江山的肱骨之臣。让你去便去，我自有主张。是。关主到。关主，我仙露在此，还不去救人？关主，您就这么给我了？怎么，元御史不想要？不，想要。那还愣着干什么？想让你夫人死吗？先救人，再谈价钱。我真女堂的仙露从不白给。去！婉儿，你感觉怎么样？浑身都舒坦了，轻快的像是年轻了10岁。关主救命之恩，袁某无以为报。从今往后，我这条老命，袁家的一切，全凭关主差遣。哪怕是让袁某做违背原则、遗臭万年之事，袁某也绝无二话。起来吧，咱们出去聊。关主，刚才的话只是为了让你安心救人，我没什么要你做的。这怎么行？仙露如此贵重，袁某岂能白白领受？关主若不说出条件，我今天就长跪于此，绝不离开。元御史，你可知我为何要救你夫人？不知。因为我敬你，敬你为官的风骨。你为民变反，虽被天下权贵唾骂，但苍天有眼，万民有知。
朝廷不给你的嘉奖，我带天道给你。关主，所以，你若真觉得受之有愧，袁某愿为关主做任何事。那就做回曾经的你自己。什么？如今的朝堂让你心灰意冷，壮志全无，但天下万民依旧需要你这样的好官。你救不了天下万民，难道连眼前被欺压的百般人都救不了吗？袁清流，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为官的初衷？你所谓的风骨，难道比百姓的命还重要吗？多谢关主点醒，袁某知错了，我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很好。不，关主，万万不可，这太贵重了，我不能再要了。袁御史，你是难得的好官，得多活几十年，才能造福更多百姓。若因风寒而死，是天下民命的损失，这是我代天道所赐，你必须喝下它。关主，我又欠了您一个天大的人情。回去吧，你夫人还在等你。启陛下，昨日晚间刚收到捷报，南都兵部与武城兵马司联合出兵，剿灭倭寇130余人，士兵死伤不过100余人，实乃前所未有的大捷呀！恭喜陛下，贺喜陛下！这郑元乃竟是首功。要说甄选良才勇将的本事，还得是陛下天下第一。那郑板战之子多年来平平无奇，没想到竟是暗藏将才。多亏了陛下慧眼识英雄，我朝这才又多了一位抗倭勇将。臣代东南沿海与江东江南千万百姓叩谢陛下天恩。陛下慧眼识英雄，天佑大魏。众爱卿平身。郑元乃既立下此等大功，那便封他为松武参帐，从四品宣武将军吧，望其明年再创佳绩。功德加深，修炼果然事半功倍。短短数月，炼气已至大圆满。但若想突破筑基，便是慈航观所有信众的玉石供奉，也填不满这道关口。看来得换个地方了。不知关主深夜召我们前来，所谓何事？我很快外出游历，待嘉奖郑元乃的圣旨到，慈航观便交给你们了。不要怕，我走之前会为你们留下自保手段。你也要相信其余弟子，他们已经不是曾经那般柔弱可欺了。属下定会为关主守好慈航面，等关主回来。我相信你们。我的专长是符箓，制服给弟子们留下一堆进攻防御符箓，是最简便有用的。至于剩下的阵法，在临行前在布下也不迟。关主，郑公子求见，请。每年10月，倭寇就来犯边，百姓苦不堪言，官兵死伤无数。陛下以为是我扫除的倭寇，封了我淞沪参领，让我去守第一线。可那群倭寇分明是关主您扫除的呀！信难无用，求关主救我一条命。往后关主有任何差遣，我拼了命也给您办。郑公子向来虔诚，本观主岂会看着你陷入险境？这巨力能保持49日，待你上场杀敌，必定骁勇无比。关主，倭寇不止10月登陆，4、5月东北风起，浙海沿线随时可进犯淞沪。放心，届时本座自会派去支援，不让有事。关主放心，郑某必不惜一切代价，将淞沪训出个模样来。好，接下来本座会闭关一段时日，明年4月亲临淞沪验看。若训得好，本座自会好好嘉奖你。是。我要出去游历一段时日，少则数月，多则半载。
这些符箓用法各不相同。此乃爆裂符，遇敌时可掷出，10步之内非死即伤。此乃金刚符，撑开可抵挡刀剑，1炷香时间足够你们逃命。遁地符，我怎么会在这儿？可瞬间遁出100步，每人仅此1张，保命用。是。这是什么结界？此结界可挡千军万马，只要你们不出关，无人能伤你们分毫。我不在时，听慧云、慧岸、慧静的话，若有违背，等我回来自行领罚。弟子谨遵关主教诲。我给你双倍的银钱，务必在正月12之前赶到兴德县。得嘞。前世我化作游魂亲眼所见，兴德县疫情全面扩散后，数以万计百姓为此丧命。若能赶到爆发前救下所有人，不仅有益于我的修炼速度的提升，还能不费一兵一卒收复兴德县民心。大人，大人，今日又有10名重症病人去了，药材最多还能撑1天。本官知道了，再坚持几天，府城的援卷很快就到。大人，您别来前院了，这瘟疫过人，你若染上，全县百姓就没有主心骨了。府城可有回信？大人，若有回信，小的早禀告了。见到知府大人了。大人，知府大人腊月15就丢下公务出去游玩了，去向不知，要过了正月15才回来。您的牒文根本没人看。那缉拿逃走的那些大户呢？他们说没有知府同意，不能擅自行事，药材、大夫也不能调拨。本官亲自去府城。兴德县令何在？快看，那是什么？吾乃渡恶尊者，游历途中见此地温气冲天，特来秀助。下官兴县令拜见尊者。渡恶尊者，我咋只听说过渡恶仙君是天上管生死的神仙，可那庙里供的泥塑，这是真人？不会是戏法吧？哪见过真神仙下凡的？我媳妇儿烧了7天，程大夫全倒了，连棺材都备好了。我家也是，一家5口倒了仨，剩下的不知道还能撑几天。管他是真是假，反正横竖是个死。求神仙救救我媳妇儿，救救我们！求神仙救命！去带一位重症病患过来。是。脉象平稳，瘟疫全消了，瘟疫全消了！兴德县城的病人太多了，不可能唯一上手救治。求尊者救全县百姓！
兴德县令听令，请遵者吩咐。将所有病患依病情轻重分批送来泰安楼。是。此阵名为水雾阵，是我在修真界时自创的。当时有同门师兄刁难，让我每日用灵雨眷灌灵植，耗费大量灵气。后来我发现，灵植是通过枝叶吸收灵气，便将灵雨改成灵雾。将重症病患放入白线范围内，其余人退出10步之外。照做。我爹看不到了，我爹看不到了，有墙，有堵看不见的墙。稍安勿躁，2刻后，你们的亲人自会出来。神尊显灵！继续送人，重症2克，轻症1克，每2波之间间隔半克，阵法可自行运转。是，多谢尊者。尊者，一夜既至，全县病患已全部痊愈，下官代全县百姓叩谢尊者大恩。叩谢尊者大恩。起来吧，瘟疫已除，本座该走。尊者留步，尊者，下官斗胆，想请尊者再多留几日。哦，瘟疫凶险，下官担心万一有复发的，或者有潜伏未发的。若尊者离去后疫情重来，下官万死难辞其咎。若让他上报，公狼必被知府贪取。他一腔热血为民请命，换来的却是上司只手遮天。到那时，他才会对这个朝廷彻底失望。待我逐鹿天下时，才能心甘情愿为我所用。本座救人不为名利，日后若有人问起，你只说渡恶神尊。赵二虎1300文，李四300文，张瘸子500文。是。大兄弟，打听一下，你们这是去做什么？你竟不知道，今日城中百姓要在泰安楼附近给渡恶神尊建造神庙，大家都赶着去捐功德钱呢。渡恶神尊那是何方神上？你们连神尊都不知道，他可是我们整个兴德城上万百姓的救命恩神。就在7、8日前，咱们这儿瘟疫横行，2、3千人都染上了，重症者7、800，好多人都以为自己死定了。谁能想到神尊从天而降，把所有人都救回来了。对，我媳妇和儿子都是神尊施法救回来的。这次我趁孤捐些钱给神尊修庙。功德之力加深，果然一举突破了筑基期。既入筑基，也该试试那件事了。御剑飞行，前世在修真界不过寻常事，今朝重获此能，竟比当年渡劫还要畅快。是时候开启下一程了。
2000新兵，400里海岸线，怎么守？怎么守？谁？警惕性不错。关主，关主您真的来了。本关主答应过，会助你在淞沪抗倭，自是不会食言。这几个月感觉如何？关主，西南太没用了，我觉得好难，好累。哦，说来听听。上官谭墨军想下属阳奉阴违，我什么都改变不了。关主，什么时候武将才能只管练兵打仗，没有这些纷扰？快了，我保证。不过在此之前，你得替那些兵扛住了。是。关主，末将在海岸设了4个堡垒，2000兵力全安排好了，粮产多的地方2个，商贾多的地方2个，都是倭寇最可能下手的地。倭寇来犯，如何预警？我让人修缮了沿海烽火台，20里一台，每台5人值守。倭寇一至，冷烟立起，末将率兵即刻驰援。太常规了，太常规了，兵力过于集中，倭寇只需绕开，便如入无人之境。那依关主的意思，400余里海岸线，每20里分兵100，如何？你作为主将，留在最中间的屯兵点，把控全局。关主，这会不会太散了些？从往日多次倭寇入侵来看，倭寇登岸再怎么也有几十人，多则200-300，100卫所兵的战力实在太薄弱了，只怕很快就会被冲破防线，且白白牺牲100余兵丁的性命。此计重点在于你我2人，你做诱饵，本关主直接在中心步兵点前灭倭寇，此计成，前往上下2路支援也算便捷。关主此计当真是妙极了，除了我，无人知晓淞沪守军还有关主这一足以绝地反击的强大后援，只要我将消息放出去，倭寇很难不上当啊！你手下将官或有内奸，还需有所提防，无论分兵点发生何等变故，务必保证烽火台及时喘息，这是最低要求，明白吗？是，西南定其重属此事。将军，内线来报，郑元乃改变了行兵策略。郑元乃，想拦住本老爷，就拿你的项上人头来安吧！哈哈哈！转向，目标沙东堡。是。大魏官军在此，良民立刻缴械投降，绝不伤你们班好。继续往前走，定斩不饶！都给我冲！谁敢停下，谁就死！被倭寇掳来为质，又被官兵拔刀相向。老子今日就是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淞沪失守！是。都给我看着！不上岸去拼，就是一死！所有倭寇立刻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杀无赦。足。装神弄鬼，有本事！3、死！前方就是海岸，必须尽快稳住百姓。将军，神仙显灵来救我们了！下官淞沪参将郑元乃。拜见渡恶神尊！渡恶神尊，那不就是专为百姓解厄的神灵？神仙来救我们了！郑将军图弊多礼，此地得知郑将军爱兵如子，却有手下将官通倭，泄露军情，当务之急是该先去倭寇藏匿俘虏的地方，把百姓们先救出来，待本尊擒获所有倭，尔等自会明了。渡恶神尊！各位乡亲，神灵既已出手，我们也不能做缩头乌龟。可有谁愿意与本官一同攻向贼寇，为死去的人报仇？将军，草民愿意。我们愿意随神尊诛杀倭寇，救回亲人。好，都是有血性的好汉，
准备妥当，我们便杀上倭寇战船。船上贼寇听着，本座此番降临，便是助大魏官军清剿尔等倭患，即刻停船，束手就擒，尚可留全尸。胆敢妄动半步，尽数诛灭，片甲不留。神尊此举救了淞沪万千百姓，多谢神尊大恩。将军，通风报信的奸细也从这帮倭寇口中问出来了。果然不出神尊所料。赵千户，另有3名千户都有份。什么？平日盘剥士兵也就罢了，关键时刻向倭寇通风报信，本将军去会会这4个蛀虫。将军无故强闯我的府邸，什么意思？哼，4位大人通敌，真是好大的胆子。你们先下去吧。是。关主，你是说刚刚解救百姓之时，倭寇交代背叛之人是这4人？是。刚刚其中一位千户的神色太平静了，而且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顺利了吗？郑将军这是带个女人让我们兄弟3人安心上路？我来此是要问你们一件事，通倭泄密绝非一己之力，背后定有人指使，说是谁派你们做的？竟能想到这一层，只是可惜啊，你们永远不会知道那人是谁。知道，那就好办了。谭松，关主，他可是天子心腹，竟然勾结倭寇。天子心腹，看来这朝堂上下早已烂透了。如此也好，越乱才越有机会。你这妖女，就算我说了又如何？谭松是都指挥使，权倾淞沪，手握兵兵，你们说出去，谁会相信？信不信由你，说不说由本座。跟我来。地图既已绘好，你是想趁机将琉璃岛倭寇一网打尽？正是，属下打算亲带800兵丁出海，直捣倭巢。兵员数改成1500，且出征前誓师时，参战者沿岸百姓按军户5成折算犒赏，战兵若战死，抚恤1人70两，分文不少。是担心钱？平时养兵再尽心，也比不上一次胜仗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更能鼓舞士气。上阵杀敌是拿命去拼，该得的回报就得10倍100倍给，才能让士兵们无畏生死，懂了吗？是属下目光狭隘，想得不周。只是关主，谭松是都指挥使，军队出击，任何消息都瞒不得他。若是不解决，出兵将敌人一网打尽，终究是奢望啊。所以这次出兵，我们不必想什么妙计，只需声势浩大，出兵有因即可。我会在后方为你坐镇，此战必胜，明白了吗？军饷短缺，关主出言抵点，就连顾虑，他也早已打算替我们摆平。此生能得关主相助，是我之幸。关主大恩，属下无以为报，今后定全心全意追随关主，赴汤蹈火。这般赤诚相待，或许我先前定下的某些计划是该加快速度。倭寇害我百姓，恶贯满盈。今日本将军便率诸位将士将这群贼寇斩草除根，还淞沪一片安宁。但在这之前，把通敌的奸细带上来。奸细？他们竟是奸细！将尸首送回各卫所，悬挂白日，以敬校友。将军英明，誓死效忠将军。让明天韩军提议实行新的奖偿规矩，参战者按战功分配3成战利物。倭寇要是有10万两，人就20加上军户，不止20，多杀几个我们也能分。渡河真君是真的看到了世人苦难，真正要普渡我们啊！
宋护军威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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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战缴获财物总计39万两，参战者分配3成，共11万7千两。先发伤残抚训，若有余应，愿与全城百姓共享。此战为渡恶神尊保佑方能成功，若有余庆，为渡恶神尊建寺庙，塑金身。渡恶神尊保佑，出海平安。关主，您回来了！快去通知堂内姐妹们，关主回来了！您可想吃点什么？属下先安排造房的人给你们做些吃食。哦，对，还得烧些热水洗漱。不必兴师动众，如今天还没亮，叫大家继续休息。天都快亮了，您游历归来这么大的喜事，谁还睡得着啊？恭迎关主游历归来。听说那谭都指挥使主动上门给郑将军请功了，他不表态不行啊！外头都传他跟那通倭的赵千户有瓜葛。这谭松倒机灵，还是要尽早除掉才行。如今的督军太监梁宝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如今南都权贵已尽数拜我名下，也是时候为入京布局一番了。李千户死后，你弃暗投明，投靠本座，这些日子在营中可还习惯？全凭关主照拂。属下如今虽只是个百户，但营中上下的消息都瞒不过属下的耳目。你既忠心为本座办事，本座自然不会亏待你。你们守备营的内守备，如今可知道真女堂？回关主，内守备梁大人尚且不知，此人虽是太监，却是陛下心腹，在南都权力不小，连谭指挥使都要给他几分薄面。你去派人将郑总兵家儿子出生一事透露给梁宝。你一个百户在营中走动方便，这事儿不难。关主难不成能治？你去办便是。在下想捐1000两香火钱。善信且慢，出手便是1000两，想必有求于我观吧？道长说的不错。那善信也该知道，我家观主虽无所不能，可顷刻治愈百病百伤，却并非随便什么人的要求都答应。若没有足够的诚心与决心，不如另寻他途。道长，实不相瞒，在下早年遭匪，尽根而断。若桂冠能解我所忧，全部家财也甘愿。此正需关主亲自出手，算不得大事，不消半个时辰。半个时辰？不过，此等手段岂是钱财能换的？只有真女堂的功臣，方可得此殊荣。善信心中还有犹豫，不如想好了再来。在下司礼监掌印太监梁宝，愿为观主效犬马之劳，还请观主解我所忧。慧云，直接带他来正厅吧。这声音从何而来？关主的神通，梁大人不必害怕。梁大人随我来吧。关主，这速度绝非凡人。关主，鄙人梁宝这厢有礼了。想让本座出手，需历经考验，一般人不够格。只要能让鄙人留下香火，鄙人愿意接受考验。直隶都指挥使谭松，贪赃枉法，横行跋扈。你若能叫他从南都落马，便算通过。谭松家世不俗，朝中靠山极硬，这本座不收废物。2个月，办不成，你从此不必再踏入真女堂。吓死咱家了！老爷，发生什么事了？快走！关主一挥手就能送我飞出院墙，他想杀谭松轻而易举，
让我去做，不过是考验我的能力。扳倒谭松，还能向陛下展示忠心。最关键的是，与子孙后代相比，值得扛一扛。关主，梁大人派人送来的。已经开始动手了。陛下大喜，淞沪抗倭取得前所未有之大捷。好，郑元乃果然将星之才，杀倭300余人，生擒400余人，反攻倭巢，解救百姓上千。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若无陛下这般英明君主，是天下之福。陛下，郑元乃在题本中还提到，此战有一位渡恶神尊的神灵相助，自古唯有君王贤明，才有神灵降世。陛下居功至伟，陛下圣明。好，这个袁松果，每次大臣们称颂朕时，他总是板着个脸不发一言，是对朕有不满。陛下，如今神灵显圣，辅佐贤君，理不应为陛下宣扬圣明，镇压居心叵测之言。袁爱卿，这件事便都交由你去办了。陛下，国泰民安，万民便会自发赞问陛下贤德，无需朝廷刻意宣扬。你说什么？看来袁爱卿是打算抗旨不遵了。陛下非也，臣认为淞沪大捷应当厚赏将领与士兵，以激励天下将领再接再厉，而不是以帝王之身与臣民抢功。关主给了我珍贵的几十个，我要造福更多百姓才行，不能辜负关主的期许。好，那此事作罢，来议淞沪论功行赏吧。郑元乃此战战果，当为本朝之最，不妨让他全权主导沿海抗倭。陛下，郑元乃年纪尚轻，难当重任，不如以观后效。封郑元乃正四品广威将军，领淞沪、金化、宁海3府军事，不得有误，钦此。陛下今日心情好些了？见到你们母子，朕哪天不好？肯定是有好事，告诉臣妾嘛。好，今儿在朝上，在南都时，那真女堂的关主屡次为难我妹妹妹夫，而郑元乃又是真女堂的信众，这火箭般的晋升速度，以后恐怕是个威胁。陛下，我们冷大人知道神灵是因陛下贤明才出手相助，可那些渔民呢？他们会不会觉得神灵是因为郑元乃才现身的？你说什么？若郑元乃没解释清楚，在百姓心中，他的威望岂不是比陛下还高？谭松收受通倭奸细贿赂，纳通倭千户之女为妾，贪没军饷，奴役军户，这可真是朕的及时雨。严办谭松，百姓定会称赞朕英明，声望便可压过郑元乃。说神灵因明君而显圣，完全合情合理。天灾污名，不攻自破。来人，严办谭松的圣旨，与嘉奖郑元乃的圣旨一起发。朕早已怀疑谭松，特意派梁宝暗中调查，如今罪证确凿，谭松去官下狱，由司礼监与大理寺共同查办。郑元乃不惧强权，杀奸除弊，未负朕之嘱托。原有封赏之外，再赏黄金1000两。皇帝陛下明察秋毫，一明一暗安插郑元乃与梁宝，终将贪官绳之以法，感动神灵显圣相助。陛下对贪官重拳出击了，连神灵都认可，可见陛下是好皇帝。渡恶神尊专门帮百姓解决苦难的神灵，以后我也要拜渡恶神尊。郑元乃抗倭有功，特赐封正四品广威将军，领淞沪、金化、宁海3府军事。谢陛下。将士们，陛下一直心系大家，特意派了郑将军来拯救淞沪，赵千户等恶廉已被斩杀，都指挥使谭松也已下旨去官下狱，不日问斩。陛下英明，陛下万岁！朕也该觉，将领在军中的个人威望若超过了陛下，便是灭顶之灾。一国之君与一个小将抢功，这等气量，无比可笑。臣明白，关主当初说杀赵千户不必担心都指挥使，他自会解决。如今谭松果然倒了，连天子都成了他的一步棋。果然，关主才是我认定的明主。关主有令，单信既然来了，便直接去正厅。关主知道我来了。关主神仙手段，你们上山有动静，岂能瞒过关主？贡品不必了，事了之后帮本座办件事。关主有事只管吩咐，小人岂敢当一个帮字？坐下，闭目，静心凝神，会有热有痒，忍住。好了，
起身。多谢关主再造之恩。南都守备营有100户名张六，把他升作千户。小人回去立刻办。关主，粮宝送走了。知道了，你去通知定国公府及严家，不日本座将启程入京，临行前有份礼物要送给他们。关主，您才回来没几日，怎么又要走？南都的信众已够多了。是啊，您若是现在又走，只怕慈幼堂的孩子们又要掉眼泪了。天下之大，不止南都一处。关主的意思是，京城繁华之地，岂能没有本座的信众？关主，属下愿随行护卫。我也去。关主去哪儿，弟子便去哪儿。那便一起。行宫图已熟记于心，现在本座将为你们灌注灵气。浑身通畅，多年旧伤，竟隐隐有愈合之感。回去后每日按行宫图引导，半月可愈。多谢关主大恩。关主，我这腿疼了好些年，如今竟不疼了。下去吧。关主大恩，妾是世世代代不忘。这是老爷夫人，京城来信了，少爷中了状元啊！允儿，状元，关主，允儿的脸好了，如今有状元，全是关主恩赐。关不主大恩，严某无以为报。允儿能有今日，全仗关主再造之恩。严允有今日，是他自己用功。不是的，他那张脸毁了之后，连门都不肯出，哪还有心思读书？是官职治好了他的脸，他才重新有了活路，才有了今日的状元。关主入京后，住处严某已安排妥当。严某在京中还有套别院，还请关主不要嫌弃简陋，且住下。往后严家上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起来吧，你们的心意，本座领了。行！陛下英明！昏君无道，出家，快救火！听说了吗？陛下妻子当日天坛起火，恐怕是天妃。不是就有人说吗？当今陛下之所以没有子嗣，就是因为毒杀前夏太后，残杀革新党，太过缺德。可他后来不是有子嗣了吗？如今还有了大皇子，谁知道这子嗣是不是用什么有伤天和的办法弄来的？没见自从皇帝开始有次站住脚后，各地就开始这样那样的天灾了吗？乱臣贼子，居心叵测！皇上，这是天灾呀！马上给朕去查，到底是哪些乱臣贼子想动摇我大魏根基？是。陛下，庞尚书求见。陛下大喜啊！臣前些时日听闻，那前安庆知府左玉江赴京途中度恶尊者显圣，顷刻间杀死水匪，还救下20余重伤垂死之人。好啊！若神灵能够临朝，直接接受朕的供奉，甚至与朕一同在百姓面前显圣，所有谣言都会不攻自破。得病的百姓有多少？医馆已经人满为患，治疗咳嗽咳血的药材全城短缺，多名大夫学堂也已染上。京城200-300万人口发生疫病，多少人要掉脑袋？从惠民药局到我这个户部侍郎，一个也跑不了。更可怕的是，这症状和幸德那次一模一样。可那次瘟疫是杜安神尊治好的，我在上书陛下时谎称是自己治好的，但我根本没有药方。立刻集中所有染病百姓，统一控制，全城封门。可京城不比小县城，百姓恐怕不会执行。他们要把我们全烧死！快跑！快！反正都是死，拉你们一起！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大人，病人四处逃窜，连城东城北都出现了染病的人。大官贵人们联名上书参您，说是您的举措把瘟疫扩散到全城的。上次幸德县的疫病是渡恶神尊治好的，但他踪影不定，这让我上哪儿去找他？神尊，求您大发慈悲，救救小人吧！东家，严家传来消息，京城瘟疫蔓延，朝廷措施失当，局势已经开始失控。御医太医可有奏效的办法？据说诸多名医束手无策，即使是天灾，也不能再等了。
拜见神尊！吾乃渡恶尊者，为遏制京城瘟疫，解救百姓于危难而来。神尊来了，我们有救了！参见神尊！立刻组织重症病患，200人一批，送到药园中，每批治疗2克，轮换时间半克，不可耽搁。脉象完全正常了。万岁！太常寺卿听令，立即在渡恶神宫外设最高规格祭祀，朕要请神尊显圣。陛下，惠民药局大使在宫外求见，说有瘟疫要事，10万火急，传他进来。陛下，大喜！渡恶神尊已经显圣了。2个多时辰前，天未亮时，神尊降临惠民药族，以神物治愈瘟疫病患，200人一批，2克便可痊愈。臣来之前，已治好数百重症病人。天佑大位！起驾！朕要亲自去惠民药局。这便是神尊的手段。是，里面有200名重症病患正在接受治疗，再过1刻便能出来。陛下，这里像有一堵看不见的墙。2克之前还是垂死之人，如今全部恢复康健。若能将这位神尊请到朝中坐镇，谁还能质疑朕的天命？大魏朝第12代帝王请见渡夜神尊，还请神尊现身一见。朕代京城百姓谢神尊驱除瘟疫之恩，神宫3月后必成，望神尊时常降临，享用大魏香火供奉。摆驾回宫。陛下准备以最高规格祭祀，请您现身。您在祭祀之前就出手了，差几个时辰，名望又能拔高一层，可惜了。可惜吗？渡恶尊者本就是为救世间百姓苦难而来，自然是因为不忍百姓受苦才现身，岂能是因为帝王祭祀？从始至终，我要的是全天下的民心，不是人间帝王的认可。属下见识浅薄，远不如关主，以后关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发展信众你做得很好，到了京城也需要你做中流砥柱，既已知关主志向，属下全力以赴。老王，你不是得了瘟疫快死了吗？治好了，全好了。惠民药毒给你治的。惠民药毒的大夫能治个屁！是渡恶神尊救的我都看见我太奶了。要不是神尊来得及时，这条命就交代了。怎么回事？今早天没亮，神尊降临惠民药图，赐下神物，我躺进去2刻功夫，什么病都没了。家里有病人的，赶紧送惠民药局。渡恶神尊赐下神物，能治瘟疫。还在这惠民药局里头住着的重症，咱们得等多久？里头几千个病人，一批200人，再加上咱们前头排着的，少说也要7、8个时辰。万一有当官的插队呢？要不先回去，等后面再来。回去再来，只会更急。最怕的不是等，是等不到。神尊，大慈大悲的渡恶神尊，求您保佑！神尊明明白白说了，是为解救百姓苦难而来，半个字没提到朕。调集3万禁军到城中待命，一旦神物中断，立刻控制所有瘟疫病患。臣遵旨。你亲自去惠民药局守着，每批治疗必须进满200人，谁也不许特殊对待。谁若无理取闹耽误时间，直接扔诏狱。遵旨。
每隔1个时辰就让人回来向朕禀报现场情况。是。朕贵为天子，竟对一个不曾谋面的神灵如此忌惮。可若不小心行事，万一神尊撤了神物，整个京城都将万劫不复。是神尊。本尊曾说过，此阵用来治疗重症病患，却有人不守规矩。神尊恕罪，是小的失职。神尊息怒，下官定会上报陛下，严惩这些混账。不必，他们的惩罚便是，其亲族但凡再患瘟疫者，一律最后医治。杂院之中增设治疗轻症之阵，200人一组，立即安排百姓前去治疗。多谢神尊，谢神尊大恩。听到了吗？神尊因为权贵占用重症名额发怒了，大快人心。神尊还说权贵作恶，百姓无辜。治疗轻症的神物也是为了我们才赐下的。神尊如此慈悲，不会中途停掉神物的。感谢神尊，神尊功德无量。京城首批信种诞生。神尊赐下的神物不只能治瘟疫，我从里面出来，胸口憋闷全散了，老寒腿也不痛了。那神物恐怕还能治百病，强身益寿。儿子立刻想办法去打点，让咱们家的人都进去待一阵儿。大哥，赶紧的，等别人家发现了可就来不及了。要是被陛下独占，咱们什么也捞不着。伯爷，王总管回宫了，禁军把守后门，下了严令，没有他允许，任何人不许入内。国公爷，这是怎么了？方才杜爷神尊降临，因我等使用神物治疗轻症发怒，以放话惩罚我等府上亲族，一律排在最后方可治疗。朕千叮咛万嘱咐，你就是这么守的？陛下息怒，是臣想事不周，您怎么罚臣都行，千万别气坏身子。但凡此次不守规矩的各家，出主意的人各杖责40，罚银1000两赈济瘟疫。家中官为最高者，罚俸1年。王忠，你也杖责40，所有人押去惠民药馆外当众行刑，朕亲自监督。谢陛下开恩。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陛下英明，陛下万岁！多谢神尊怜悯我朝百姓，增赐清正神物，眼前供奉，聊表心意，还望神尊显圣享用。陛下，神尊想必已离开。第二次来了，还是没见到，这神仙的架子当真大得很。朕代京城百姓谢神尊大恩，摆驾回宫。那些权贵抢占民财，逼得人卖儿卖女，陛下何时管过？若不是神尊发怒，陛下会处置那些权臣吗？被杖责的不是管家就是庶子，真正作威作福的一根汗毛没伤。难怪陛下2次去惠民药局，都无法让神尊现身。朕唯一的突破口只有渡恶神尊，百姓私下议论，朕得不到神尊认可，便是昏聩无德的铁证。谁若能为朕请得渡恶神尊入朝，朕赏其本人或亲族1品侯爵位，世袭3代。臣等定竭尽全力。陛下，臣还有一事禀报。说，那神物不仅能治瘟疫，还能强身健体，治疗隐疾。袁师长，
6多岁的老太爷老太太从里面出来，多年旧疾好了大半，精神如年轻了几岁。当真千真万确，臣打算安排人先去试验，确认无碍后再强身健体，治疗胃病。若真能得到这神物，不能办，谁也不许再违背神尊的规矩。渡恶神尊，朕一定要把你请到朝中来。陛下，大喜！臣已查到渡恶神尊的踪迹，即应坊一处民居，院门外有无形阻隔，与惠民药局神物如入一辙，确是神尊手段。当真？千真万确，臣日日祭拜，虽尚未请出神尊，但位置确凿无疑。好，承恩公先记一功，但朕先前的承诺仍然有效，谁能请得神尊入朝，谁家便得一品侯。泼天功劳落到眼前，竟还要与扒人分。陛下，大喜！渡恶神尊的神事现身了。神事？自称慧云道长，他单独召见了臣，告知供奉神尊应以5行贡品：上品金、清茶、清酒、蜡、美玉。神士特地现身提点，说明神尊对朕的示好并不排斥，只要足够虔诚，神入朝并非无望。好，朕亲自挑选5行祭品，以最高规格祭祀渡恶神尊。陛下，这些贡品加起来价值数万两啊！古有刘玄德3顾茅庐，朕请神尊拿出最大诚意，天经地义。传旨太常寺，即刻择定吉日。是。渡恶神尊在上，朕诚心祈愿，望神尊临朝，辅佐朕安定天下。朕愿奉神尊为太上国师，于全国160府修建渡恶神庙，年节官祭，令神尊永享大位，香火供奉。关主，陛下都率文武百官亲自来了，这次是您会现身吗？不会。可事不过3，若再不回应，他会不会恼羞成怒？皇帝也是人，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在他面前吊着，他也会像被萝卜吊着的驴一样，锲而不舍。你看着便是。朕诚心奉迎神尊入朝，必会持之以恒。万一我再等一会儿，上次神尊就是在我离开1刻后才现身的。朕代天下百姓谢神尊大恩，摆驾回宫。神尊，是渡夜神尊显圣了。这些贡品你们不必收了，直接交于京兆府，换成银钱，为京城的平民百姓每户添置1床10斤重的棉被。今冬岁寒，更于从前，本座不希望看到有百姓受冻而死。
快去禀报陛下。陛下，渡恶神尊显灵了。什么？您的车驾离开一刻后，神尊现身，吩咐将贡品换成银钱，给京城每户百姓添置一床10斤厚棉被。朕要是再多等一刻就好了。不过神尊终有了回应，说明朕的诚意他看到了。立刻按神尊吩咐去做。传旨京兆府，神尊要把贡品全换成棉被给咱们。10斤重的厚棉被，今年冬天不怕冷了。神尊如此爱护我们百姓，要是真能入朝做国师该多好！感谢神尊。陛下，贡品价值约11万两，可京城50万户平民每户一床10斤棉被，至少需要35万两，缺口不下23万两。这数目不小，可朕既然求着神尊入朝，总不能连这点要求都做不到。从国库调拨补足，谁若敢中饱私囊，朕定斩不饶。臣遵旨。10斤重，货真价实，这辈子没盖过这么厚的被子，全是神尊赐给我们的。要是神尊真入朝了，以后每年是不是都有？关主，棉被已全部发放到位，陛下额外从国库调拨了23万两补齐缺口。属下斗胆一问，此次陛下再来请神，您可要现身？不仅如此，本座还打算接受太上军师职位。那便提前恭贺关主，关主可需要严加暗中做些安排？什么也不用做，本座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永安帝给了太上国师的权柄，没有不接的道理。权力拿在手上，才能做更多的事。这次陛下又要来请神尊入朝做国师了，咱们也去求神尊答应陛下。神尊如此爱护我们，若能入朝，以后就不怕被那些权贵欺负了。渡恶神尊在上，祈求您怜悯百姓苦难，入朝做国师吧。大魏万万百姓都需要神尊的庇护，求神尊入朝做国师，求神尊庇佑。怎么有这么多人？或许是听闻陛下要来祭神，特意来瞻仰龙威的。求神尊入朝做国师。他们不是来瞻仰朕，是来请渡劫神尊的。让孟斌将百姓隔到一条街以外，再调5000禁军。帝王率领文武百官俯首参拜，真像亡国之君对新朝霸主的献强，是个好兆头。渡恶神尊在上，朕与万千百姓诚心祈愿，望神尊临朝，辅佐朕安定天下，护佑黎民。望神尊临朝，辅佐陛下安定天下，护佑黎民。本座立志于解救天下苦难，原不欲沾染世俗权柄，可如今有10亿万百姓祈愿，希望本座入朝做国师。本座不好无视百姓的呼声。神尊听到我们的祈愿，朕与天下百姓都殷切希望神尊接受供奉，入朝做太上国师。应万千百姓之愿，本座可以答应，只是入朝之前需与陛约法3章。神尊请说。第一，请陛下爱护百姓；第二，请陛下任用贤臣。这是自然。这话说的好像朕以前不爱护百姓，也不任用贤臣，可他提的都是正理，容不得说半个不字。这都是应有之义，朕往后必将更加励精图治。第三，要相信本座无论做什么，都是与陛下一样，为了造福天下百姓，缔造太平盛世。朕保证，定会一直信重神尊。好，那本座便接受陛下征召。好，文武百官何在？还不快来参拜我朝太上国师！参拜太上国师。敢问陛下，臣等以何等礼节参拜太上国师，方可表达我朝臣民对国师的敬重之意？袁松伯这么一问，朕怎能定个普通礼节？下官叩见太上国师。国师先福永享。众位请起。宫中已设好宴席，请国师入宫赴宴。本座不喜喧闹，宴席罢了。渡恶神宫尚未修好，但朕已备好国师府，还请国师不要拒绝朕一点心意。多谢陛下。起驾，朕要亲自送太上国师入府。
是渡厄神尊，神尊答应入朝了，陛下亲自送神尊去国师府。国师献俘有奖。从今日起，大魏朝堂之上多了一个叫渡厄神尊的名字，这只是开始。终于把他请到了朝中，只要留住他，朕何愁江山不稳，寿元不绵长。恭贺关主入朝，坐下吧。从今日起，国师府就是我们在京城的根基。关主，约法3章里头永不猜忌那一条，陛下真的能做到？他做不做得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答应了。将来他若猜忌我，便是他先失信于天下。好了，早些休息，从明天开始才是真正的博弈。